大家好，这里是左岸光影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电影是《青春并不温柔》。这部电影在2023年10月27日上映。导演苏艺轩表示，2014年他关注318学运很长一段时间，隔年又为中研院策划的台湾战后学运特展剪辑影片。在爬梳台湾学运史料时，他读到了文化美术系事件的相关资料，于是产生了这部电影的灵感。今天我会先跟大家概述剧情，然后再跟大家介绍文化美术系事件，以及分享我对这部电影的感想。在继续看下去之前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剧情叙述：就读文化大学美术系的纪薇，享受艺术创作带给他的快乐。他的画作反映出他奔放的灵魂，但这样的灵魂却被保守的校园体制所禁锢。系主任批评他的画作跟他的人一样乱七八糟，纪薇拒绝被系主任驯服，于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参与罢课抗争。在抗争中结识了系上学长阿光，也就是这场抗争的领袖，以及阿光的女友卫青。他们为纪薇打开了一个革命的世界，但这段启蒙旅程却在卫青给了纪薇一个吻之后发生变化。纪薇发现自己对卫青的情感已经不止于同性友情，于是对纪薇而言，这场罢课行动已经不只是一场体制与创作自由的抗争，还是一场关于自我认同觉醒的革命。未来纪薇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呢？这部电影的原型是发生在1994年4月的文化美术系事件。我们就先来科普一下什么是文化美术系事件吧。1994年4月，文化美术系学生发动了长达34天的罢课行动。罢课的导火线是同一年2月，文化美术系大四学生秦正德和同学发起成立艺术法西斯画会，提倡自由独立的创作精神，却成了系主任许昆城整肃的对象。系主任许昆城联合其他老师2-1了秦正德。经过美术系学生多次抗议未果后，美术系学生们在4月28日发动罢课。5月4日，学生到教育部陈情，希望教育部介入，但教育部却大门深锁，让学生们在凄风苦雨中静坐了6个小时。有人不知不觉地唱起民歌《小草》。最后，教育部指派了高教司副司长杨春荣隔着铁门来与学生沟通。隔天5月5日，学生宣布成立小草艺术学院，自主安排艺术学习课程，以此凸显美术系系方垄断课程设计的荒谬，并于5月25日宣布接管美术系系办公室。在学生长期罢课的压力下，教育部开始介入调查。学业成绩跑佳的秦正德才终于获得平反，破例复学。文大美术系系主任许昆城也因为这个事件而下台。文化美术系事件震撼了当时的教育界和文化界。新新闻评论这场运动是一场创纪录的学生运动，包括罢课长达34天、高度的动员率，展现出以系为单位的大学社区运动的可能性等等。许多学运研究者认为，文化美术系事件的意义在于创造出野百合学运的政治动员模式以外，另一种大学社区运动的行动想象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。从文化美术系事件，我们可以看到，80年代的台湾学运事件，并不是只有在野百合学运的政治成果上，那个年代的学运是相当多元的。从政治改革、学生自治到各种学生切身相关议题都有。文化美术系事件的主要诉求是创作自由，这更是大部分美术系学生都有共感的诉求。因为当时的文化美术系学生长期忍受高压的学习环境，秦正德被退学事件则成了学生爆发不满情绪的导火线。加上已毕业的学长姐支持，让抗议行动得以持续。所以这场运动才能有极高的动员率。全系4个年级共260人左右，就有200多人加入抗争。这也反映在导演苏艺轩对故事原型的选择上。
苏逸轩说，当他在爬梳台湾学运资料时，发现当时很多学运抗争是主打政治诉求，但文化美术系事件争取的却是创作自由。对一个创作者来说，这是很打动他的。其实，当我知道这部电影跟文化美术系事件有关，还有同志情节时，我一开始是很抗拒的，担心这部电影会不会又是另一部女朋友男朋友。不过我看了以后，很意外的，我觉得导演有认真对待学运，更难得的是没有幼体化学运，巧妙地把时代氛围、学运内部的路线斗争都表现出来，是一部有企图性的作品。资深公运者吴永义在他的《左公二流志》中提过，野百合学运发生时，他的朋友陈光兴就曾经呓语，那些过着组织生活的学运精英被历练成老谋深算的境界，根本不是媒体报道想要塑造和展化的纯真热情理想的学生。或许这也是导演参与过318学运后的经验反应吧。在台湾的主流学运论述中，很喜欢强调野百合学运世代，仿佛在野百合学运之后，台湾学运就一片空白，然后就直接跳到了2007年的野草莓学运。但在那个台湾社会整体狂飙的年代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部电影或许可以用好入口的方式为这段空白补上一页吧，在此推荐给大家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一起加入讨论哦。